大家好，我是小兰。话说这个天下大事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但是国际舞台上嘛，总有那么几个显眼包，他不按套路出牌，总想搞点事情。要说这个里头的头号人物啊，那必须得是特朗普啊。就在前几天啊，8月14号，这位老兄啊，又上了他最喜欢的福克斯新闻网，对着镜头啊，那叫一个声嘶力竭啊，唾沫横飞，喊出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他说啥呢？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营救黎智英。”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啊，我以为我耳朵出了问题了。黎智英？哪个黎智英？哦，原来是我上期视频啊讲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乱港头子，那个把这个好好的香港搞得乌烟瘴气，自己却想拍拍屁股跑到英国主子那儿去享福的家伙。这特朗普想竭尽全力去营救他。哎呦喂，我当时就乐了啊！这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家邻居啊，信誓旦旦的说他要竭尽全力啊，去把你家垃圾桶里那只人人喊打的苍蝇给救出来。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脑子有点瓦特啦？这事吧，看着像个笑话，但是你往这个深了去琢磨，里头的门道可不少。那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解剖一下特朗普这葫芦里啊，到底卖着什么药。首先啊，咱得问问他打算怎么个竭尽全力法呢？难不成他要派海豹突击队来劫狱吗？当然不可能啊，他没那个胆子呀。特朗普这个人啊，你别看他这个嘴上喊的山响，其实啊，他就是个商人啊，最擅长的就是虚张声势、极限施压。他的招数啊，来来回回啊，就那么3板斧，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原来的味道，这是他们的传统手艺了，百试不爽。那具体怎么操作呢？简单的很。第一步啊，炮制一个所谓的报告，名字我都帮他想好了啊，就叫2025国别人权报告。里头写啥呢？肯定就是污蔑咱们的香港国安法，说这个法一实施，香港人民啊就没了人权，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报告写的会有多离谱呢？我估计啊，都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这黎智英这种祸害香港的罪犯啊，描绘成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反正啊，就是怎么抹黑中国就怎么写。这第二步呢，光自己喊还不够啊，还得拉着小弟们一起喊。他肯定会鼓动他的那些附庸啊，比如机器的那几个国家啊，一起就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发表个什么联合声明，装模作样的表达一下严重关切，以此来向这个中国施压。你看这个剧本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可我就纳闷了啊，这特朗普想要的人权是什么人权呢？是让那些暴徒啊有上街打砸烧抢的暴乱权，是让那些分裂分子有把这个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裂权，还是说让他们有在这个机场堵塞交通、殴打旅客、制造社会恐慌的制造恐慌权？他们当年啊，可是把香港那场恐怖暴乱啊称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现在啊，这个黎智英这个风景线的主要绘制者被抓了，特朗普当然着急了呀，他要全力营救，不就是想让这道风景线重新在香港上演吗？他安的什么心啊？这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如果说这上面那2招啊只是常规操作，那特朗普接下来的脑洞啊可就开的有点大了呀，大到有点离谱，甚至有点幼稚了。他居然打起了关税牌，你没听错，他想干嘛呢？他想再跟咱们中国的贸易谈判里啊，把释放黎智英作为一个条件塞到关税协议里去。意思就是啊，你们把这个黎智英给放了，我呢就可以考虑在关税上给你们松松绑。哎呦，我的天呐，我听到这儿，我真的是忍不住啊，想给这个特朗普鼓鼓掌哦。这想象力，你不去写科幻小说，真是屈才了呀。他以为他手里捏着一张王牌，一张可以跟中国讨价还价的超级筹码。在他眼里啊，这黎智英这个人啊，还有利用价值。什么价值呢？第一呢，可以当成一个工具，天天拿出来晃悠，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这第二，也是他最看重的，就是把这个人呀当成关税谈判的筹码，玩一出放人减税的戏码。但是呢，我为什么说他又老辣又幼稚呢？这老辣是因为他确实懂得怎么把不相干的事情捆绑起来，凭空制造筹码。但是幼稚呢，就幼稚在他对中国啊，对这个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不了解了。这黎智英之流啊，在咱们14亿中国人民心里是个什么东西啊？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丧家之犬，是卖国之贼，是一块发臭的骨头，一文不值。
你现在拿着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唾弃的一文不值的家伙，想来跟我们交换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先生，你是不是最近这个觉没睡好啊？脑子是不是有点不清醒了？一个在我们看来连垃圾都不如的东西，怎么可能拿来做谈判的筹码呢？这就好比一个绑匪绑架你最痛恨的仇人，然后给你打电话说，我把他给绑了，你给我100万，不然我就撕票。你接到电话会怎么想？你估计都得乐开花了，还得跟这个绑匪说，大哥辛苦了，要不要我再给你加点钱？你撕票的时候利索点。更何况关于减不减税这事咱们的态度早都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单方面的期待，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就8个字儿：针锋相对，寸税不让。你想加我奉陪，你想打我打到底，你想谈可以平等的谈，你想拿个汉奸来要挟我们，对不起门儿都没有。所以说特朗普这招棋那看着好像挺厉害的，其实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臭棋。他把一块垃圾呢当成了宝贝，还想拿到谈判桌上来炫耀。你说可笑不可笑啊？虽然这个事办得不靠谱，但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现在的一些真实心态。第一说明所谓的什么关税战本质上就是政治战，经济只是个幌子，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打压中国，遏制我们的发展。只不过这一次特朗普他选错了工具，拿了块人人喊打的垃圾来当政治武器，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这第二呢，说明特朗普政府为了打压中国已经处心积虑，甚至有点不择手段了。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不管这个手段管用不管用，奏效不奏效，先拿起来试试再说。就像一个输急了眼的赌徒，桌上有什么就抓什么当赌注，完全丧失了理智和章法。这恰恰说明他们手里的牌已经不多了。这第三呢，再次暴露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凭空制造筹码。这是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拿中国的内部事务，比如什么涉疆、涉藏、涉港问题，来当成跟我们博弈的筹码。这都是他们老套路了。只不过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他们失算了因为有了国安法，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已经不是他们想搞乱就能搞乱的了。那面对特朗普这些花里胡哨但又没什么实际作用的招数，咱们中国是怎么应对的呢？其实很简单就8个字：做好自己，不随之舞。大家都有眼睛看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怎么样了？很快就由乱到治，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和繁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巩固了。香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安定了。那晚上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被这个黑人打了，这才是真正的人权。我们用中国的方式更好的诠释什么叫人权，那就是让人民有安全感，有稳定生活的权利。我们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等于在向全世界面前树立了一个人权的真正标准，也牢牢巩固了咱们在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你美国想来定义人权，对不起你没那个资格了。其次你不是想要拿黎智英说事吗？好我们这边依据国安法该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一切按法律来。至于你和你那个机器小兄弟们在那边叫嚣，我们就当是鸡鸣狗叫，那听见了，然后该干嘛干嘛。说实话，特朗普执政这几年反而是我们消除美方优势的一个绝佳机遇，因为他的这个胡搞瞎搞反而激发了我们自主创新的决心。等有一天我们在这个芯片、在人工智能、在新能源这些领域全面赶上，甚至超越了美国，他手里的那些所谓的高科技优势那就全没了。到那个时候他还想用这个关税来当政治筹码，对不起你已经无牌可打了。那聊到这儿我们就能更清楚的看到一个事实就是那个老话说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的亡我之心主要表现为想尽一切办法全力阻止中国的崛起。说实话想再拿什么西藏新疆香港的问题来搞垮我们，美国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些地方现在都稳定的很。现在呢，唯一还能挑动我们中方最敏感神经的，恐怕就只剩下台湾问题了。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啊，这个特朗普呀，这一次虽然是叫嚣的很厉害，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把这个台湾问题啊直接和关税谈判挂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信号。我们必须得警惕啊，他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把这个台湾也当成一个筹码，放到和中方的谈判桌上来？也就是说啊，他会不会把这个台湾问题也当成一门生意来做？这个人啊，为了利益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几天国际新闻的焦点都在俄乌冲突上，特朗普啊也在那儿上蹿下跳，又是见普京了，又是见泽连斯基的，还见了欧盟一帮政客。他为什么这么着急解决欧洲那边的事啊？很可能啊，就是他想集中精力来啃中国这块他眼里的硬骨头，而他准备从哪儿下嘴呢？大概率就是台湾。所以啊，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就是。特朗普呢想拿黎智英这个乱港之贼来做跟中国博弈的筹码，这纯粹是打错了算盘，异想天开。我们中方完全可以对此不屑一顾。他妄图用这种小伎俩来扰乱我们的心神啊，那更是徒劳的。我们有足够的定力，也有足够的智慧，专心致志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这中国的诀窍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外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就像一艘正在高速航行的巨轮，几只苍蝇在旁边嗡嗡叫，可能会有点烦人，但是绝对不可能改变巨轮的航向。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警惕，尤其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